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9月2号星期一，新的一周，也是9月我的第一个常规训练日。今天带水了，这带2个摄像头。今天安排的是30公里渐加速，大概的课表是，手表提醒我太快了，因为在下坡。第一个5公里就每5公里一个阶梯，第一个5公里当做热身，5分到6分之间都行。然后呢，从第二个5公里开始，4分45到4分55，然后每次向前进10秒，也就是说，5到10公里是445到455，10到15是435到445，然后15到20是425到435，20到25是415到425，然后但是最后一个5公里。不是405到415，是335到405，就定的比较宽泛，就看能冲多长。啊，又看见大本城的小猫了，不是那2只黑猫，看。天亮的越来越晚了，我现在大概3公里不到，把水放下。过了20公里会比较有挑战。今天跟大家聊聊这种训练的补给。台风过去了，今天白天就晴天了，昨天又下雨了，夜里湿度比较大，气温还行。昨天还看那位碰见大可怜先生的小伙伴发视频了，真是挺有意思的。行，把水搁这儿，我就不停了。咱们一会儿聊啊。这儿好多鸽子呀！看，已经进入了第一个5公里，445到455。我总说不好控制速度，确实不好控制速度。你们可以看屏幕上的速度，我不是快了就是慢了。可能每个人对速度的感觉不一样吧，但是你说我跑了这么多了，差不多了应该。确实是跟高手们比还差很远。而且其实你说，比方说现在看4分48，挺合适吧？你说你想保持住是有难度的。像晨跑的补给策略啊是这样的，大多数时候我的建议是，如果今天的课表是轻松跑、有氧跑，就是不是太强度大的那种，就考虑空腹跑。如果你有这个能力的话和这习惯，空腹晨跑其实是很多人的，就是很多包括专业运动员也有这样做的。因为晨跑大多数时候都是轻松跑，我原来也是先吃后跑，你看手表告诉我慢了，我才知道。后来我说挑战一次试试，那时候一次的早上训练只有8公里，也就还行。您可以试试，就是身体健康啊，前提是，然后不是老年人，不是小朋友，就没问题。然后如果今天这训练您觉得可能有点顶，就稍微有点累，不是说有点顶，那我的建议呢是空腹出发，然后带补给品，比方说您不管是能量饮料还是能量胶，那多少距离以上选择这种补给呢？半马以上。怎么衡量呢？就是每个人的消耗不一样，一般就是你就可以这样算，1公里消耗的热量差不多就是您的体重的公斤数再加5到10千卡，单位是。像比方说我1公里差不多是60千卡，
如果您今天早上的训练超过了1300，就可以在中途补能量。一般也就补1次，在起跑之后大概你消耗了600-700的时候，你就自己估计嘛。比方说对我来说就是11-12公里。如果今天这个课我觉得难，我就顶，我就补。因为你起跑之前如果吃饭，那对你的训练有一些影响。您等它消化完以后，有的时候吧，就我们不太好能掌握能量消耗和释放的这个时间。它有的可能已经，就咱说点不科学的，可能已经固化存进去了，然后你就起跑了，它调动的就慢。这是第一部分。然后第二部分，像我这种，你跑30公里对谁来说都不短了。那起跑之前就得补给了，那最好不空腹起跑。当然，如果是30公里的慢速是可以的，但是我不建议那种训练没什么用。之前说过好多次了，偶尔可以。比方我今天这个，那怎么定呢？起跑之前补2公里的热量，那对我来说我补100千卡。一个白吐司一定是好消化的，您不能来块红烧肉。哎，跟大家一边说话一边跑，特考验我的速度感觉。加油加油！然后起跑。但今天我的策略就是我带了1管能量胶和1瓶冲的电解质饮料，那瓶电解质饮料搁了一点宝矿力，大概总的千卡数可能是70，能量胶大概是110，就是过程中我补180，就是您这么算，我现在就这么算，就是我补几公里的热量，180对我来说就是3公里，然后再加上开头的2公里就是5公里，对吧？那也就是说呢，我还有25公里。这25公里身体够不够呢？一般都是够的。一般情况下，您空腹起来，大概身体里有一个半马的能量是没问题的。然后最后再顶一顶，上1公里4分47平均。虽然实时配速有时候上上下下，总体估计也还行。这5公里我们的目标要求是4分45到4分55。就是你训练的时候肯定不能像比赛的时候那么的充盈，就训练亏空也是一部分。那什么情况下不需要补呢？就比方说对我来说，我习惯了21公里的距离，我今天这21公里什么要求都没有，随便跑，那就只喝水就行了。但不是夏天我都不喝水。也就是说，您平常经常跑的，每天训练的距离，又是没有要求的轻松跑，就不用补。然后绝对距离有没有用呢？有用，就是您不管是，就是对新手来说，可能5公里就挺长了，对吧？但是你说我跑5公里我就补，那也没有必要，因为对新手来说，5公里长的原因不是能量不够用，而是肌肉的耐力和力量，还有心肺不行。就是你给我多少能量，我也举不起200公斤来，对不对？讲道理吧。所以就是你平常如果是新手，每5公里、8公里、10公里都不用补，超过15公里再考虑。那我就简单总结一下，就如果您训练有素了，距离已经不是问题了。那如果您跑半马以上的距离，并且呢，今天这训练
觉得我要快一点，后边跑加速或者整个要都跑得比较快，跑余值这种，那就补。怎么补呢？就是不是太玩命的那种，就是不是那种上来就冲强度、冲间歇，或者是说不是像我这样是一个30公里的话，那开头不用补，进行到第一个600-700千卡的时候补就 OK。一般30公里以下的话补一次足够了，30公里以上的话是能力看是不是要补2次，但是往往第2次的时候你补完消耗不了，就是怎么说呢，那难受劲儿还没，那高兴劲儿还没过去，训练就快结束了，而到时候你可能心里就有点后悔，觉得还不如顶一顶。然后对新手来说，还跑不了那么长的来说，就怎么说呢？就不用中途补，开头补补也都无所谓。你看我们冲一个上坡，刚才速度肯定是稳不住的，像这种就看这1公里的平均速度吧。等一会儿要求的配速快了，就反而简单了。然后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跑间歇跑，我刚才没怎么说，但是今天早上起来是间歇跑训练。那这种我的建议是在练之前补一点，大概就是100到150千卡，然后过程中不用补。就是你不用跑间歇跑，当然你跑10个1000米，你跑到第5个吃个胶，这也没太大必要，补水就行了。上1公里4分44，稍微快了1秒。我们冲上这个坡吧，冲上这个坡，待会儿咱再聊。其实可能你们看不出来，这个爬升从现在就已经开始了，到后边的速度要求我就不来冲这坡了。还行，没有慢太多。好多小伙伴，尤其是初跑者，把跑步想得太科学了。跑步是个最不科学的运动，而且告诉你科学你也做不到。就像我，你看我在，就别说就不说话的时候都不太行，说话的时候更是。你说我能控制到4分45到4分55吗？一直我做不到。这配速对我来说就是轻松跑的配速，我也做不到。我都跑了10年，好几万公里了，我不能说谁都不如我，但是如果是我听别人这么分享，我的第一反应是，他不行，我估计我也不行。你说是不是？讲道理吧。所以告诉您个课表，说今天跑5分配速10公里，明天跑430配速8公里。你也不一定做得到，有时候是有心无力。进入第4个5公里了，这个5公里的目标配速是425到435之间。之后这个5公里结束，就是20公里到25公里是415到425之间。今天体感还可以，到目前为止。最后这3组5公里，就尽量不去爬坡了，出好多汗，湿度有点大。就现在帽檐朝后，就有汗顺着帽檐
流到后背上，那种冰凉凉的感觉。加油吧，加油吧！喝点水，还有1公里多结束第4个5公里，下一个是415到425。刚才喝了口水，进入第5个5公里了，目标配速415到425。我决定不吃带的那个能量胶了，体感还行。而且起跑前吃了100千卡，不太饿，吃不下去，喝对了水就行了。加油加油！最后一个5公里，最后1公里是3分35到4分05，就尽力而为。今天太闷热了，走。每个人都湿得透透的。前几个5公里都在目标配速范围内，总的平均。跑完跟大家汇报。加油！3分54的第1公里，最后一个5公里的第3公里351，第4公里358，最后不到1公里。湿度太大，太闷了，使不上劲儿。加油！看现在的真实状态哦，最后400米。
最后的100米。哎，啊啊啊！哎，小伙伴们，9月2号星期一清晨7点26了，还在大本城，一会儿坐地铁回去了。训练结束，30公里见加速。最后整体的平均配速是4分34，跑了2小时16。我今天的运动表现，你看欠佳就说明他感觉我状态不好，但是跟成绩没关系，就是状态不好。训练负荷较大，有氧效果大幅提高，无氧效果恢复。我给自己写的是很累。最快的1公里是3分52，就高时表上显示的最快1公里和当时每公里报的那个不一样。我记得我有1公里是3分51，就可能一个是距离的实时配速，一个它叫什么等强配速，平均434。大家看我 Strava 一条斜斜的斜线，最大心率177，你看这都是汗，这不是水。平均心率151，累计爬升67，平均步频203，最高218，平均步幅1.07米，垂直振幅4.8，1669千卡。而且你们看，我带能量胶也没吃。真没吃，我不可能揣2个带一个新的，然后给大家看。也就这一趟差不多就是这个补给。看看单圈数据吧。第一个5公里平均配速5分21，用了26分45秒。第二5公里平均配速4分47，用了23分55秒。从第二5公里开始，第二5公里的目标配速是455到445，我是447。然后第3个5公里目标是435到445，我是436，用了23分02。然后第4个5公里目标是425到435，我是425，用了22分04。第5个5公里目标是415到425，我是420，用时21分40。最后一个5公里目标是335到405，我是352，用时19分18。还行吧，所以5公里破20也还行哈，就这意思。你看我今儿起跑之前大概补了120左右，120千卡。然后这瓶水大概是，比方说那一袋宝矿力，那袋宝矿力全充了，大概是377。然后呢，我这大概是充了有1/7的样子，然后和没有能量的电解质粉。然后这一瓶水，也就是说差不多有60-70千卡，也就是说，往多的说，我这一场训练的补给是不到200千卡。我的手表告诉我消耗1660，也就是说我单独消耗1400，差不多。就是我觉得单次训练在1000到1500之间，基本上不用补能量。就如果不是你特别要说我要嗑一个能量胶，最后的几公里我要玩命的冲出去。一般是不需要的，就大多数人都不需要。就说我们跑1公里消耗的热量和体重有直接关系，和性别也有关系。那你看我1公里，比方说58-60千卡，您可能就是能跑我这种训练的人，突飞特别高，那了不起了，也就是60到70，1公里差10，30公里才差300其实没多少，就不用太紧张，也不用太精确。这马拉松跑步真的不是一个特别精确的事儿，行吧，我准备坐地铁回家了。今天比想象的艰难，因为我一出来的时候挺凉快的，但是就没想到这么的蒸，那太阳，尤其是太阳一出来，更有点受不了。但是气温是低了，水里还有小冰块没化呢。那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明天再见。